大家好，这里是宋时新语。从今年7月底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关注 LK99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还没有结果，那很多朋友啊早已经不关心这个话题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外国的都有啊，包括韩国的炒股票的朋友，也包括中国现在正在复现的朋友，那些科技爱好者以及真正的搞凝聚态研究的博士啊、科学家们。那现在呢，到底能不能实现十分超导？是不是倒了呢？到底能不能最终实现十分超导呢？今天啊，就和大家这个放开来聊一下啊，大家漫谈，没有明确的这个讲稿啊，咱就随便聊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那主要是这两位啊，目前掀起风波的啊。右边这位李世培呢，他是高丽大学的博士，那大概他也是一家商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啊，自己成立了一个量子能源研究所啊。他是在毕业之后啊，持续开展了一个据他称20多年的这么一个课题研究啊，坚持研究他恩师的这个不被非主流学界承认的这么个理论。那从2年前开始啊，他就陆续开始注册专利啊，这些专利啊听起来是具有高度创新的，比如他声称实现了十分超导，对吧？那从今年4月份开始啊，他们现在韩国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韩文的论文。那7月份呢，研究团队的一位教授啊，就是那位全教授啊，在一个超导研究会议上呢，应该说私自发布了部分研究成果，并在 arXiv 上也发表了论文。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啊，实现室温超导这么一个英文的论文。那之前韩文论文啊，在韩国杂志上发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这次啊，虽然是在语音版上发表的，但是它是英文的论文。论文一经发出啊，立即就轰动世界，可以说影响特别大啊。全球的几十所大学啊，恐怕快要上百所了，和顶尖机构都参与了这个复现实验和研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那目前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按照 LK99 团队的这个论文啊，那其他机构是无法实现这个室温超导的。看一下这个论文是吧？这是论文烧结的样子是吧？后来呢，他们修正了论文，在另外呢，像正刊上应该是 APL 也投递了论文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多次的反驳，提出他们的理由来啊，比如说高丽大学就玛丽大学的这个威廉玛丽学院的这个金教授啊，他们提出啊，我李世培这个材料呢，它的抗磁性是热解石墨的5000多倍，是吧？所以呢，没有理由说我们不是超导。那在10月份之前啊，这个研究团队里边主要是这个金教授啊，就我们看边左边这位和这个李世培啊，通过邮件啊，通过视频啊接受过采访。那在10月份之后啊，研究团队上基本上就没有消息再放出来了。那根据网上透露的这个邮件的抓评啊，他们可能已经投稿了 APL， 而且呢正在接受论文的修改。那当然了，这个也没有被 LK99 团队的人证实。所以坊间认为呢，这是不是他们想利用最终啊正刊发表论文来反驳一切的这个反对意见？反正现在我就不说。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我之所以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我是比较了解这些油腻的韩国中年人的，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我刚毕业不久啊，应该说从国企出来，当时呢那时候还叫下海。那我第2个企业呢，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朝鲜族主办的企业。那时候我们汉族在里边呢，反而是少数民族啊。当时朝鲜族一度接近80%-90%，那后来呢，当然汉族员工就越来越多了，他们搬到了内地啊。原来那员工呢都是从吉林、黑龙江过来的，后来呢从什么哈尔滨、秦皇岛、北京一直到南方一些企业，这个企业当时干得很大啊，和韩国 LG 呢也有几家合资企业。那我就在这个企业里边工作过很多年，所以啊，虽然我没学会几句这个朝鲜语，但是我对他们的性格各方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对这个民族应该有一定了解。那到后来啊，我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到了一家韩国企业啊，就是 LG 的一个公司。这家企业里边无论是直接领导啊、中层啊、同事啊，很多都是韩国人啊。那么他们从韩国到中国，就是当时啊，中韩建交过来的第一批人到中国学习中文，然后管理这些企业。应该说呀，大多数人都是还是非常敬业的。当然这个事儿啊，咱得说明白。
韩国人呢有他自己的民族特点啊，很多人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不喜欢那些特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是比较敬业。那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和他们共事这么多年，对他们性格啊，就这些韩国人的性格也比较了解。大家知道，在这之前啊，韩国发生过一起严重的科学造假事件，就是黄玉熙教授的那个干细胞造假，到现在可能快20年了吧。黄玉熙这个事啊，对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影响啊。这个黄玉熙后来还判了刑嘛，现在已经出来了。这个事儿对韩国科学界、对全世界这个搞科研的对不起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造假呀，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性死亡的问题，甚至会被判刑的。你拥有的一切名誉、各方面的东西都会被剥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觉得你像 LK 团队里边这个李世培是吧？啊，还有这个金志勋啊，都是博士啊。那帮助他们的这个全英文大学这个全英文教授呢是高丽大学的教授，还有最后加入的这位金贤卓教授是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授。这些人在韩国来说都属于社会的中高层以上的啊这么一个社会地位啊。你总不能说在中国或者韩国博士毕业是中层下层吧，是吧？那博士毕业还在一定大企业工作，担任中层啊，那这样的一个社会位置是混得不错的啊。这更不要说这些教授了，有不少的成果他们都出来过。那现在来说，他们没有理由造假呀，他们不知道这个造假的后果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商量商量，怎么能放一个假的卫星出来骗世界的人？所以这是到现在我想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也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坚持做这个 LK99 视频的一个原因。我想看看最后到底是个社会节目什么结果，因为造假看起来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一旦被故意揭穿之后啊，他们的名誉和生活啊就会受彻底影响，并且这些人不像是沽名钓誉的人，比如说这个到现在为止金志勋的照片都没有流出来，还是非常低调的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长长的照片对吧，里边和 LK99 相关的这些科研人员都列出来了，包括他们的恩师叫崔恩植教授。所以现在这些人不太想招摇哈，刻意去骗人的那种人。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各国的科研机构按照他们的论文啊，就这个论文复现，都没有实现史文超导。所以这个论文呢，但是呢也打开了一扇窗户，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思路，是吧？所以无论是在超导研究还是在新材料研究方面，大家都开始在正刊上发表论文了。这段什么呢？你这一炮没打响啊，别人的炮响了，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比较尴尬。而 K99 这个团队，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啊？他们有没有这么一个金刚钻，能不能实现史文超导？所以现在按照高丽大学全教授的说法，只有李石培他知道怎么合成 LK99， 那的话可不可信呢？我现在觉得呀，他们现在能沉得住气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就笃定这个论文就一定能发表呢？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啊。因为这个事儿啊，越被确定的晚一天，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他们的名誉上啊，他们其实损失都是很大的。所以现在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呢，他们确实有一定的核心技术，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吧，实现史文超导，但具体的实践过程来说，这个参数控制也好啊，可能比较复杂。这就是造成其他团队你照这个论文来你弄不成。当然他们也可能有商业这个利益的考量，毕竟量子能源研究所是人家韩国的小微企业对吧，他故意没有公开这个技术细节，以后通过这个专利来获利，这个也可以理解是吧？你按照他俩说法，我们这20多年烧了多少炉子这个单啊，投入巨大，那肯定是想要回报的。当然也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往坏的处想啊，就是没搞出来，就搞出一个呢上不上下不下的这么个结果来。你说没有超导吧，它能半悬浮是吧？你说有超导吧，这个麦斯纳效应啊，传统的超导这些又实现不了。这多年来这小半辈子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了，投入巨大，这个面子问题让他们轻易不肯承认失败了。所以这个也有可能他们在最后的努力啊，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发个论文能被部分承认，或者是呢全部承认，那就更好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投 APL， 并且这个金教授啊过去在 APL 已经发表过多篇论文了应该是，所以他信誓旦旦的说2024年啊，就是明年我要在美国物理学会发表这个东西。所以这里边呢看起来他已经预定了一样。确实是
他们可能在论文这块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再一个吧，就是这个史文超导，说实话啊，本身就处于在量子效应和经典效应过渡的这么一个地带，是不是存在一定概率的可能性啊？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很多国家的科研团队烧了这么多次，存在一定的这种随机性的结果，就是你连续烧几次，烧不出一样的来，这个看起来是吧比较难。你按照他论文，就是这么个结果，就是说这个技术。就这项研究确实是有一定随机性的，因为它处于一个新的领域。但是说咱拿像那个海西明研究室一样，拿焊浆直接去割，那看起来呢是比较确定的，一定能烧出个铅疙瘩来。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应不应该向海西明研究室学习，咱自己也烧一炉啊。如果呀，咱说啊，如果像科学院所专业的那样弄一个马伏炉啊，真正的去按照他论文去烧，你最后有什么意义呢？我又没有隧道显微镜是吧？我们也没法做 XRD 的这个分析啊，我肯定做的也不如人家科学院所好。所以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客观现实是最重要的。我们最后还是得等他的这个实验结果，或者说呢，有一篇替代性的论文。比如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科学家能否写出一篇我实现了史文超导啊，不管你是按照 LK99 的配方还是没有按照 LK99， 你实现了史文超导，公布了你的论文，别人也能复现，这个事不就有结果了吗？所以呢，现在还有个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自己想的是越想越有意思，别人也实现了，别人也有点小心思，也不愿意把技术细节公布，那别人再照着别人的论文去做，别人依然不能复现，又出来一个新的 LK99 现象啊，这就是一个别人的绕口令是吧？有点糊涂，你说这可能吗？我觉得这概率是很大的。你想想，如果是你啊，按照 LK99 的论文没日没夜的烧炉的，终于有一天天灵盖冒烟，我想明白了，我烧出来了，你会把你那个东西告诉你同行吗？那个know how，比如说啊，发表论文啊，什么真搞出来了，这个真搞出来了，就不是一篇论文的价值了，不是留校分房子的意思了，那涉及到太巨大的商业利益了，甚至是国家这个级别的利益，对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啊，往后我前面说过，还能讲半年一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能讲很多时候啊，但不一定每天都讲，它总时不时我觉得会有一个论文蹦出来，值得我们去聊聊。我前面不是说过吗？这个成果就打开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可能有的位置啊，不一定是 LK99 团队的人获得，也可能是别人获得啊。但是如果这次他们真的能在 APL 上发表这篇论文，那这个团队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的奖啊，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发表，所以这个吧，李世培啊和这个包括金教授，他们确实现在是很微妙、很尴尬。你说怎么办？你是不是欺瞒嘛？现在看起来，咱不说一言假了啊，你就按照真正有逻辑的想这个事儿，你发表论文，我们照你的论文实现不了、复现不了，你还坚持说你没欺瞒、没造假，对吧？那其他的团队，说中科院也好，印度科学院也好，麻布所也好，美国的阿贡实验室也好，还有海量的我们广大的民间科学家复验，咱们说那些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都间接证明了你的论文啊，不说你实际的样品啊，就你论文存在重大的瑕疵或者错误啊，那么到现在你还没有被学术界承认，尽管私下里边这个复现肯定是一刻也没有停的，但是在明面上我觉得你就是假的嘛，你这个论文起码是假的嘛，你这个论文是假的，我别的怎么相信你是真的呢？当然私下里说，可能很多的国家级的力量已经启动了，也加到里边了，所以在韩国那些巨资投入到股市的那些韭菜们，我不知道这个软件如果把韭菜翻译成韩文，翻译成英文，他们能不能听懂？能不能听懂？就是那些被骗的进入到股市里边那些人，这个 LK99 明说，就算是真的也不会带来立马的效益，但是那些人是不理性的他不是理性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用理性的观点来说服他们，来帮助他们，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可惜或者有点好笑。但是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那说起股市了哈，因为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商业机构嘛，那么会不会可能正在和资本方在谈条件？我们之前讲过三星
其实就在 LK99 发布前后呢，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的这么一个办公室啊，号称呢要为了三星在未来生存啊，要掌握一些在未来能让三星存在的那些现在没有的新技术啊，只有这样呢，他们才能解决他们未来的危机。这个也有点像那个沙特的那个碎尸王储啊搞的那个 Line 一样，在沙漠里建一个100多公里的这个玻璃城市，把全世界的高端人群都在里边生活，他觉得他是在做梦啊。但是三星的这个想法还是很好的呀，搞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的技术啊，就投入它，不看眼前利益，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商业机构到底和 LK99 是不是在谈到什么地步了？这个依然是一团雾。我个人认为，肯定有很多的风险机构在和他们接触，甚至已经谈到一定程度了。咱不说别的，咱就说福州的那个水冷悍将，他自己都说好像是不是啊？有投资方在和他谈。你说在韩国，三星啊、LK 啊这些近水楼台的这些大巨头，能不会关心点这个事儿吗？大家知道 LG 的 Cable 啊，就 LG 线缆这个公司现在叫 LS Cable， 它实际上是有在做超导电缆这方面的研究和这个应用的所以如果是正在商业谈判过程中，他们就不太可能过早的公布这些技术细节，是吧？实际上如果融来个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的话啊，可能没那么大。那我觉得这个 APL 论文发的晚一点也没什么，是吧？可以往后推一推。如果现在公布了技术细节，肯定会这个影响这个谈判。那投资方肯定也会基于他们保护投资这个想法可能会要求 LK99 团队在确保相关专利的这个布局完善之前不要过早的公布技术细节。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考虑，获得这个竞争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你现在来说在欧洲超导年会上赞助这个会议的那10几家超导企业都是顶级的世界超导企业，随便一家拿出来都是秒杀韩国的这个量子能源研究所的。你说无论是科研力量还是技术实力，或者已经获得的市场上地位，是吧？所以在融资谈判的时候，他们不公布细节是可能的，不然别人一哄而上直接超过他了投资别人去了，是吧？所以是不是可能一旦融资成功，假如说公布了一个融资成功的可能性，那就从侧面说明LK99 这个史文超导是靠谱的，因为没有那么傻的资本方，是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是一眼假我就成多少钱给你投进去了，几十亿的三星的人 LG 的人也都不是傻瓜嘛。所以说1000道1万，无论 APL 是否发表文章，或者这个商业谈判是否顺利我们心里都在想，这个史文超导到底有没有可能做成？实际上绝大多数关心这个话题的人，比如说一直在看我视频的，或者那些搞研究的科学家博士们，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事儿是靠谱的，无论说1维或者2维或者有超导性，这个可能性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大。而这个越来越大，到最后不一定是 LK99 发现的，因为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没日没夜的烧炉子。LK99 做了20年的实验，就2个人嘛，所以如果中国的科学家来做，或者全世界科学家来做，现在他们可能都偷偷在做，几百个上千个博士都在烧炉子，那这1个月就把他们20年的这个可以说烧炉子可能性可能就覆盖了，是吧？所以呢，目前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的科研团队已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呢？知道了他这个 know how。对，现在看起来随着正刊论文越来越多的发表目前看起来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像这种说这个千灵灰石是吧？这个 Konami 这种正六棱柱的这个结构被推出来之后，中国南京大学的文海虎教授他们的团队就推出了另外一种掺杂的方法。路线呢，就不是说路线就是说，这个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呢，人家用的是其他的元素，压根儿也没有提 LK99，人家也实现了在正刊上发表论文，所以到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和传统超导不一样的成果，第一次在正刊上发表。所以 LK99 确定的是呢，它可能揭示了传统的 BCS 超导理论存在局限性。所以很多已经发表的几十篇是吧，研究 LK99 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什么 DFT 密度泛函理论，可能都是错的，你们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这个东西它根本就不是那种方法能研究的。所以这个史文超导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交叉的学科，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所以但是
在外星人没有进攻地球之前，你要让全球的科学家联合起来攻克这个难关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这个跟那个托克马克呀什么的还不一样，所以现在呢，只能是你们各自为政，是吧？各自为战，各自研究各自的。所以我觉得呀，虽然 LK99 团队的这个发布会迟了已经搁了好多次，并且呢，中间也有其他商业机构号称要做发布会，包括我们福州的悍将同志，是不是也要开发布会，也要搞合作研究了？但是我觉得10月底、11月初即使APL 论文没有发表，我觉得这两位就是这个李石培和金志勋他们应该会放出点风声来。毕竟他说过他说这个 LK99 这才出来1个多月就能有结果吗？这个事儿研究半年都不为过，所以1个月呢，你就想这个事儿有结果吗？当然现在他们压力很大，是吧？所以现在呢，也有可能人家也在闷头做实验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月底下个月初一定会有新消息出来，无论是 LK99 团队的还是其他的科学团队的，很有可能是史文超的或者什么新材料，这个时代可能就到来了。我觉得呢，无外乎就3种可能第一种，倒在等论文的；第二种，倒在等投资的；第三种，既搞错了，我得要面子，我的认知不够。您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